金灭北宋是偶然还是必然？这期间有哪些容易忽略的历史细节？公元1125年的10月，金太宗完颜乌齐买下诏兵分两路南下伐宋。东路军由右副元帅二太子完颜宗望统领，兵出平州，直扑燕京；西路军由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统领，出云中攻打太原。消息传入大宋，汴京内外为之震荡，海啸已经袭来，人们却还傻呆呆地站在沙滩上，靖康之乱的大幕即将拉开。慢聊两宋燕云这个系列已经进入到了第7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以及相对靠谱的有关史料论著。靖康之乱我的计划是分为上中下3集，靖康之乱之后，我们两宋这个系列也将进入到一个以战争话题为主的阶段。说两宋交接之际，天下大势风云变幻，女真易主，宋金之间的和平到底是因为什么土崩瓦解？从北宋初年定都的东京汴梁是易守难攻，还是存在防守缺陷？兵临城下，是什么人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又有谁在玩忽职守，醉生梦死？别走开，且听我一一道来。北宋宣和5年的4月，宋朝从金国人手中收回了燕京，全国上下是一片欢腾喜悦。宋徽宗论功行赏，北伐主帅童贯晋封徐豫国公，专门去镀金的蔡攸晋封少师，宰相王府晋封太傅赐玉带。最早提出联金灭辽的赵良嗣被晋封为延康殿学士。大臣们纷纷忙着上表称贺。如果没有后来的汴京之围，这宋徽宗很可能会被正史描写成中兴之主，只一份打到燕京的这个功业就足以让他彪炳史册。在一片狂欢中，仍然有人保持着难得的清醒。比较典型的有这么2位，一个呢是武功大夫兼河州防御使马扩。基于多次出使金国的经验，马扩始终认为宋金两国迟早必有一战。收回燕京之后，他就不断提议要尽快加强燕京的防务，修缮城池，招抚流民，训练军卒，只要1个月时间和40万民的经费，就可以形成比较稳妥牢固的防御系统。遗憾的是，马扩的建议并没有得到重视。另一个人是当时的宰相郑居中，曾经反对过联金灭辽，因为身居高位，在这时候呢被封赏为太保，但是他本人认为自己没有功劳，坚持不受。在收回燕京之后1个多月，因为一件事，宋金关系急转直下。这件事就是张觉事件。张觉，平州义丰人，这是一个突然出现在历史中的人物。早年经历一片空白，只知道这个人很有才华，中过进士，官至辽兴军节度副使。北辽灭亡，张觉投降了金国之后呢，他被任命为临海军节度使，知平州，继续原地驻防。这个平州是金国南部边境的桥头堡，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宋金合约订立以后，完颜阿骨达将平州升为大金国的南京，任命张觉为南京留守。张觉手握重兵，但是立场上更倾向于固主，闹出的动静也不小，连阿骨达都有所耳闻，甚至专门下诏给他，说那什么大金把平州升为南京，并且让你来出任留守，待你可不薄希望你好自为之。这种口头上的敲打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大金天辅7年的5月，张觉试图和残辽势力联合，恢复使用辽国的年号，把天祚帝的画像挂在议事厅，举起了反击的大旗。迎平滦3州也相继脱离了金国的控制。但是很快这个张觉发现残辽势力已经不足以依靠，必须找到一个更大的靠山。于是他就派人前往燕京，开始和宋朝方面接洽联系，希望北宋能够接纳他。对于宋方而言，如果接纳张觉就意味着背盟，因为宋金双方在交割燕京的时候约定，双方疆界不能随意变更，更不能接纳对方的叛将。可是张觉只是一方面，关键是他背后迎平滦3州的诱惑实在太大。消息传到东京，宋徽宗心动了，赵良嗣劝他说你不能这么干，可是宋徽宗呢偏要这么干，他是完全不听，准备悄悄地接纳张觉。两边还没谈拢，金国大将完颜都母领兵平叛，
张觉是守卫森严，金军来的人也太少，很难获胜。完颜都母命人在营州城门上写下夏热且去，秋凉复来，随后撤退。金军的主动撤退被张觉渲染成了大捷。上报宋廷以后，徽宗皇帝信以为真，立刻授予其世袭太宁军节度使，犒赏银绢数万。就在宋朝派人带着金银诏书来到平州的时候，就在张觉乐颠颠率众出城迎接的时候，金国二太子沃利布提前探知了消息，趁其不备，突然领兵杀到。张觉是猝不及防，大败亏输，没法返回平州，只能逃往燕京。他这边可是跑了，可是宋朝送给他的敕书、诰命等等一系列封赏被金军缴获，其中还包括一封由宋徽宗本人御笔亲书的手诏。日后这封手诏就成了宋朝背盟的铁证。迎平滦3州也就这样相继重新回到了金国人的手中。叛乱被平定，金国人开始向宋军索要张觉，并且说我讨叛臣城破不见，必然投奔南朝，必须还我。北宋一开始送了个假首级给金军，结果呢很快就被识破，你来我往，又拖了几个月，想抵赖又抵不掉。宋徽宗只能密令让张觉自杀，张觉不肯屈服，燕京负责的长官王安忠不得不行刑，将其缢杀，把首级拿这个水银泡着送给了金国。说张觉叛金降宋，折腾了半年，父子3人全都丧了命。看上去只是一桩因为边将不满雇主而发生的寻常事件，但是实际上张觉事件影响极为深远，在辽国降将中引起了不小的震荡和波澜。张觉行刑的整个过程被常胜军的将校们看在眼中。常胜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他们原本为辽国效力，后来由郭药师率领转投大宋。放在当时的宋军之中，常胜军几乎是唯一一支能够和女真人相抗衡的部队。张觉的死让这些人感同身受，他们埋怨宋朝薄情寡义。他们的头领郭药师更是愤愤不平地表示说，金人索要张觉，你们就把他的脑袋给送去了，如果要的是我郭药师的人头，怎么的，难不成也要送给金人吗？郭药师啊，不是黄药师，他没有绝世武功和九阴真经。整个常胜军也就这样心灰意冷，很多士兵开始逃跑，郭药师不得不让人用墨汁在士兵的脸上刺青，这让常胜军内部更加混乱不可控。张觉事件造成的另一个影响是宋金之间的山后诸州交割突然停滞下来。燕云16州分为山前山后2部分，山前的燕京6州已经还给宋朝，经过多次交涉，金国人也已经承诺将山后诸州也逐步移交。这种情况在阿骨达活着的时候一直朝着比较积极的方向发展。阿骨达一死，金人一拖再拖，随着张觉事件的发生，金国人认为这个宋人啊毫无契约精神，破坏了彼此间的盟约，因此也就不再交割山后诸州。有意思的是啊，宋朝君臣本着山不过来我过去的原则，把靠近自己这边的3个州给劝降了。河东大将李嗣本进驻3州，并开始运送物资防守。还没等他准备好，金国元帅年罕领兵杀到，3州随之又被金军占领。同时呢，还夺走了原本属于宋朝的飞狐、灵丘2县。宣和6年甲辰龙年的3月，宋金两国又出现了另一个冲突。之前为了尽快交割燕京，迫于压力，赵良嗣口头答应了为金国提供20万担粮草。金人选择在这个时候找到坐镇山西的谭轸，要求兑现承诺。谭轸啊，这个时候是自顾不暇，山西、河南、陕西一带刚刚发生了地震，朝廷财政经过宋徽宗多年折腾，已经空虚到了极点。山西本来就军需严重不足，谭轸由此毫不犹豫予以拒绝。那么金人告诉谭轸说，这是赵良嗣许诺过的。谭轸反问金人说，口头许诺能算作凭证吗？双方就这样不欢而散。从打收复燕京开始，宋朝君臣在背信弃义、反复作死的道路上压根儿就没停过。这年8月，山西义帅童贯替换了谭轸重新上台。那么徽宗密令童贯悄悄联系并招降辽国天祚帝。明明自己的国防已经弱到不行，不去加强防御，反而醉心于
外交活动，妄想通过联盟强弩之末的辽国来制衡已经愤怒值爆表的女真人，这种骚操作10个陈后主、李后主加一块也赶不上。好邻居赵佶递过了橄榄枝，天祚帝抓住了。在遥远的大宋东京汴梁，有一位白白胖胖的皇兄，以及宅邸千间300女乐正在等着他，能有美酒佳人作伴，了此余生，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最终天祚帝带领他的人马以及后妃和2个儿子南下投宋，可惜就差一步。童贯和天祚帝暗中往来联络，其实早就已经被金国人探听的明明白白。天祚帝这一行人从夹山出发，刚一进入云中地面，就被金人给断了后路。金军元帅年罕亲领大军围追堵截，天祚帝只能是仓皇逃命。为了防止他走线逃往大宋，那么金军顺着边境每30里安排100骑兵，同时还通知童贯，威胁他说：“童先生别装了，你们那点事儿我们已经知道了。如果天祚帝的老小子去了汴梁，咱们2国的合约就立刻失效。”童贯在这之后立马变得温顺起来，并且还偷偷下令，只要是发现契丹人过境，不管皇帝还是平民，一律杀掉，再送给金国。有关天祚帝的结局，主要有2种说法。一种说最后他是形单影只，一个人3匹马，来回轮换着向西逃命，被完颜娄氏追上，团团围住以后，天祚帝翻身下马，说我就是辽国皇帝。金军上来2个军卒，五花大绑，他还在呵斥说你们竟然胆敢捆绑皇帝。另一种说法是完颜娄氏来到他的面前，双膝点地，请求皇帝的原谅，并且现场安排了一顿小烧烤，俩人喝着小酒，聊着小天，天祚帝就这样投了降。违背合约，招降大叛，因为山后诸州发生冲突，口头承诺20万担粮草无法兑现，暗中招降天祚帝。这一桩桩一件件不按套路出牌，让金国人下定决心要南下亲宋。北宋宣和7年乙巳蛇年的3月，作为北宋当时在北方防线的负责人，太师童贯专门视察了郭药师的常胜军。郭药师提前到边界迎接，一见面那头便拜。童贯赶忙说：“你我2人现如今属于平级，不必这么客气。”郭药师却回答说：“那怎么能行呢？太师就好比我的亲爹，我现在就是在给父亲大人行礼。”一番习惯性的互吹之后，2人骑马来到一片荒地。在这片荒地童贯正在迟疑，心说这老小子把我带这儿来干什么呀？只见郭药师手中一杆大旗突然挥舞的扑啦啦作响，漫山遍野的士兵一下子冒了出来，铁甲寒光，军容严整。童贯虽说是宦官出身，但却是凭借军事才能安身立命。这一刻他意识到，宋金如果开战，郭药师和常胜军仍然将会是一张可以依靠的王牌。整个宣和7年，北宋的很多人都预感到金军即将来袭，同时呢，又从上到下无可奈何，麻木应对。这年的9月底，金国派来使臣向大宋皇帝报告，说天祚帝已经抓住了。北宋方面错误的以为这是一个示好的信号，其实是金人有意为之，一方面刺探情报，一方面麻痹宋朝君臣。实际上这个时候在边境上已经集结了大量女真人的部队。从金使来访的9月底到10月底，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里关于金人入寇的告急文书共计170余封。离奇的是，居然没有引起该有的重视。大战已经一触即发，宋徽宗在忙着干什么呢？他忙着接待金国使臣，以及为盛大的南郊祭祀做准备。边疆情报传到他手中就断掉了，他并没有把他们拿给大臣们讨论。大金天会3年，北宋宣和7年，公元1125年10月，金太宗完颜乌契买正式下诏伐宋。皇太帝完颜协也坐镇京师，这是名义上的统帅。大军兵分2路，西路军由年罕掌管，统领乌使耶律余睹等人，由云中攻太原；东路军由沃利部掌管，统领都母等人出平州攻燕京。年罕本名年莫呵，他的汉名叫做完颜宗翰。金史记载其内能谋国，外能谋敌，决策制胜，有股名将之风，姿貌雄杰，尤其擅长马上使剑。这是金国的开国功臣，金太祖金太宗的堂侄。沃离部又名沃卢卜，
汉名叫做完颜宗望，这是金太祖阿骨达的次子，因此被宋人称为二太子。金军伐宋的两条路线啊，从进兵难易程度来看，有着很大不同。沃利部的东路军、营平滦三州啊，让金军可以轻松翻过燕山山脉。不管是占领燕京，还是从瀛州出兵，华北平原已经近在眼前。宋军在黄河以北的防御体系，主要是依靠不同城市间互相支援，它的进攻难度上要比西线低上很多。年罕的西路军是从塞外经过山西大同，再往南进兵，从雁门关进入太原盆地，从太原再进入上党之后，经过天井关就可以抵达黄河北岸。相比之下，西路军由于地理因素明显要更加难走。战争初期，还在潼关营中的马扩根据金军的两条路线提出了一个策略。马扩根据兵法指出，金国人采取的是典型的前行攻势，东西两路大军就像钳子的两条腿，要让这个前行攻势发挥最大威力，必须做到彼此策应，减轻压力。如果没有策应，这个前行攻势就是死的。东西两线中间的太行山上面的通道就好比这个钳子腿的策应点，在河东利用地形挡住年罕，然后把防御重点放在河北。同时马扩提到了一个关键点，这个河北的真定距离太行八行的井陉和蒲阴陉都不太远，如果能够在真定按下重兵把守，既可以防止金军东西两线相互策应，又可以有效地牵制东路军，时间一长，金军孤军深入，必败无疑。我们不得不说，马扩分析的相当到位，对战机的把握也是十分的巧妙。童贯也不是不同意他的看法，只是觉得不应该由他本人来亲自实施。北宋方面就这样在含含糊糊、手忙脚乱中，迎来了金军精心准备的大举进攻。宣和7年的12月初5，人在太原的童贯接到金国人的战书，2天以后，身为统帅的童贯决定离开太原，返回东京汴梁。时任太原留守的张孝纯得知消息很是意外，对童贯说了这样一番话，说今大王若去，人心害散，是将河东路弃与贼，河东既失，则河北路岂能保耶？且启大王驻司在此，共结死力，率众报国。如今太原府路地险城坚，未必金贼便能破也。通俗一点解释啊，就是这个童贯是宋徽宗在防御金国事务上最为倚重的人，他这一走必然会军心涣散，约等于把河东一路拱手相让。哪成想这个童贯听后啊，是怒目圆睁，对张孝纯说，我只是奉命宣府，不负有守卫疆土的责任，如果要宣府司来守土，还要你们这些人作甚啊？这个话说的就有些不要脸了。末了童贯呢又打起官腔，鼓励张孝纯要好好守城，等他回到东京启奏圣上，即日起便发诸路军马前来策应，官大一级，压死人。一番话说的张孝纯是愤然离去，到了方便说话的地方，对自己的儿子张家嫡长大呼，平时看童太师是耀武扬威，想不到关键时候却胆小如鼠，罢了罢了，看来只能咱们父子死守太原了。这个童贯准备南逃的当天，燕京的郭药师和金人打了一场大仗。今天北京的东边有一条潮白河，金军在攻克了潭州、冀州之后，就隔着潮白河和宋军对峙。金军在东岸，宋军在西岸。郭药师呢已经在这里驻扎了20多天，有心出战，但是宋军高层有人对他不放心，命令他不准单兵突进，等另外2支部队到达前线之后，三军一起出击。12月初6，三军集结完毕。这天的夜半时分，郭药师领兵率先渡过潮白河，双方就在这天的清晨拉开阵势，直接开打。宋金两军厮杀到一处，烟尘四起，遮天蔽日。常胜军的战斗力的确是可圈可点，鏖战30里，成功将金军击退。但是另外2支部队突然拉了胯，郭药师得报，只好下令收兵，就这样错失了一次大获全胜的机会。就在战斗结束以后，返回燕京的当天夜里，郭药师得知了一个消息，说是宋军当中有人想要拿他的首级和燕京城一并献给金人，背后的主谋正是白天还在和他并肩作战那2支部队的头领。这个只懂带兵打仗的汉子
在这一刻内心瞬间破防。感情小丑是他娘的我自己，从打归宋大宋以来，从上到下的防备就一直没有断过。为了老赵家江山，他是刀头舔血，到头来却要面临被自己人出卖。也罢，我命由我不由天，与其让人把人头送过去，不如我自己把自己送过去吧。当天夜里，燕京城是火光四起，士兵们四处劫掠，郭药师领着常胜军向金人投了降。燕京失守，郭药师投降，整个河北随之乱了套。另一条线上，山西地区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北宋和大金在这一区域分别有一个中心城市，北宋在山西的中心是太原，金国在西部的中心是云中。太原和云中之间，北宋分别有朔州、武州、代州、新州可以作为防御。4州之后还有一个石岭关，过去石岭关就是太原。宋朝在山西养了一支比较特殊的部队，它的主体是原来辽国境内的汉人，部队番号叫做义胜军。创建这支部队的初衷是想打造一支类似郭药师常胜军那样的军队，因此军饷够足，装备也够好。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到了关键时候，义胜军成了不义的代表，他们不但帮不上忙，反而成了祸害。义胜军出马，敌军必胜。宋金两国还没正式开打就有3000多义胜军投了降。金军从云中一出兵，头一战先打朔州。这个朔州的守将领着人刚一出城迎敌，城里边的义胜军就大开城门投降。紧接着呢，武州也因为义胜军失了手，金军就这样顺利拿下朔州、武州，过了雁门关就是代州。只用3天时间，城中的义胜军就抓了主将，举城投降，接连丢了3个州。坐镇太原的张孝纯紧急调兵遣将去北边的石岭关增援。负责去石岭关增援的将领名叫季景，和他一块同行的是8000义胜军。季景有自己的小算盘，到了石岭关，他就把义胜军派了出去，命令他们伺机和金军决战。这会儿义胜军走出去没几天就回来了，而且是明显已经失控的状态，人马乱七八糟，朝着这个石岭关就赶了过来。季景乱了阵脚，立刻选择了弃关逃走。义胜军占领了石岭关，随即就投降了金军。年罕下令长驱直入，去抢占石岭关。经过新州，新州守军心想都降了，那我们也发挥一下吧，开城门奏乐敲锣打鼓，列队迎接年罕大军。就这样丢一座城都好像在闹着玩似的。宋军在太原以北全部失守。宣和7年12月底，年罕统领大军抵达太原城下。太原城人心惶惶，张孝纯传习各郡前来救援。应命来援者只有知府州的佘可求、军马使韩全、知晋宁的罗称和延安府守将刘光世等人。由于遭遇了金军偷营劫寨，刘光世逃遁，佘可求兵溃，罗称、韩全战死。好不容易来了这点援兵，结果是十丧七八。年罕留了数万兵马继续围攻太原，分兵一半东进，准备和沃里部会师，共同夺取汴京。不久以后，太原也告陷落，张孝纯被俘投敌。转回头咱们再来交代一下东京汴梁的情况。说金军西路军都已经抢占了石岭关了，汴京的人们还不知道金人已经入寇，所有消息都被宋徽宗压了下来。直到童贯在12月16逃回京师，金国派了2名使臣入宋，人们才了解到形势的严峻性。宰相白石中、李邦彦大惊失色，试探着询问金国如何才能撤兵。金使回答说，办法只有一个，割地称臣。从哪儿开始割呢？以黄河为界，重新划定领土。宋徽宗此时仍然抱幻想于外交活动，派遣大臣李晔出使金国讲和。这个李晔最后是费尽口舌，无功而返。回国以后，李晔称赞金军，说他们是人如龙，马如虎，上山如猿，下水如塔，其势如泰山，中国如雷卵。从此李晔人送外号六如己氏。打又打不过，你说合吧又合不了，黔驴技穷的这个宋徽宗这个时候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禅位逃跑。北宋君臣一片慌乱，可是金军并没有停止入侵的步伐。沃离部的东路军最初的想法是先拿下燕京，然后入侵河北。郭药师投降以后，将北宋的虚实和盘托出，
从此沃雷部决定不再拘泥于河北，长途奔袭汴京。很快金军兵围中山府，幸亏守将詹度防御有方，城池才没有陷落。宣和7年12月20日，徽宗任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开封尹或者开封牧不是寻常的职位，宋朝早期的太宗、真宗都曾经当过开封府尹，这就意味着宋徽宗已经有了禅让的意思。转一天，徽宗又下诏赐给皇太子牌坊玉带，这个物件同样不得了，这是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东西，背后的用意也已经十分明显。又过了一天，宋徽宗发出了那份著名的罪己诏，说自登基以来，言路闭塞，阿谀奉承之声不绝于耳，奸佞掌权，宵小得志，政治腐败，世风日下，赋敛苛重，生民之财日竭，数亿繁剧，军兵不堪其扰，国家财源已被挖殆尽，而谋利者还诛求不已，灾异屡屡出现，实乃上天示警，而朕不知悔悟，天下百姓怨声载道，而朕身居宫中，丝毫不知追思过去的过错，悔之何及。12月23宋徽宗在一片乱哄哄中完成了传位。由于积劳成疾，宋徽宗突然病倒，在病榻前，他命人给毫无准备的太子披上龙袍。太子是惊恐万分，哭着不敢接受。宋徽宗表示，你如果不接受就是不孝。赵桓回说，我如果接受更是不孝。身边大臣们好言相劝，连皇后也出面劝说，但是赵桓仍然坚决不干。徽宗命令内侍拥着他到福宁殿继位，他是死都不去，几经挣扎，嘎的一下昏了过去。等他苏醒过来，人们再次拖着他走。太子赵桓就这样来到了福宁殿，宰相高官们都已经在等候。最后就这样生拉硬拽完成了继位仪式。从此宋徽宗退出了政治舞台，宋钦宗赵桓登台。经过商议，取日敬四方，永康兆民的意思，定下年号为靖康。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年到来了。读历史知善恶，感谢您收看收听烽火赵东南，这是慢聊两宋燕云的第7集。片中内容重点参考官修正史。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